下雨真的很漂亮，吃起来特别那种酱的味道。中华版的《千与千寻》。早上起来，我们先吃了一碗大馄饨汤。台北下雨。从台北车站乘坐台铁，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到达瑞芳火车站。车上的人不多，沿途会经过很多有年代感的站台，复古的粉绿色调，随手一拍就有浓浓的胶片感，有种走在电影里的感觉。这个感觉有点像香港，就是因为这边雨水比较多嘛，所以说很多建筑上都有那种青苔啊，就是对，就被冲刷过，拍出来很好看，也感觉还挺有电影感的。现在好冷啊！对，对，这是我们的方向。瑞芳火车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9年，当初这里是为了服务煤矿运输而设立的。随着煤矿业的衰落，瑞芳火车站转向了服务旅游业，比如我们今天要去的九份老街，瑞芳站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走在瑞芳老城区里，有种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感觉。被雨水冲刷多年的墙壁，杂乱的招牌上面的繁体字，提醒我们这里的历史。脚下清晰的标线和随处可见的711超市，又感觉这是一个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台湾这个地方，包括建筑啊，各方面都是，其实是感觉很有年代感。但是呢，在这种有点老旧的这种建筑下面呢，但是又有很多的比较新的东西，比如说有很像日本一样的那种超市啊，又很便利，还有一些这种基础建设呢，包括一些地上的画的一些线呢，也都很清晰标线。甚至呢，在这个我们等车的地方呢，还会有一个禁烟区什么的，还有像这种公交专用的这种线，标线都非常明显，感觉有点像日本，也有点像香港的那种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坐上公交车了，然后还有几站地就到九份老街了，然后就可以开吃。很冷，今天主题就是很冷。对，我们也是赶上了这2天台湾的降温。而且连续的阴雨天气，阴雨绵绵啊，氛围感拉满。看我们刚走进来就遇到了一个全家，这个全家古香古色的，全是那种深色的木头。里边真的很暖和，我们需要买一杯热咖啡。九份老街沿山势而建，街道狭窄而弯曲，建筑保留了早期的古朴风格，两旁布满了售卖各种台湾小吃的店铺，尤其在傍晚时分。老街的红色灯笼亮起，雨水滴落在石板路上，有种时光交错的美感，好像在电影《千与千寻》的世界里行走。
份豆花。看要配红豆汤还是这是姜汤的都不错，生姜的姜。啊，好好，那要第一个吧，姜汤这个红豆的，红豆的，对，红豆的要热的。红豆姜汤，好的。来，麻烦你。谢谢。好，谢谢。咱往里去吧。好。我先尝一下它这个汤。哦，好甜呀！好甜是吧？好甜，豆沙吧？对，红豆沙。红豆沙。然后你看它的那个红豆，有大的豆子，还有小的豆子。哎，这里边还有豆腐哈，所以说叫豆花是吧？哇，你看这是那种糯糯的，这个叫什么芋圆？芋圆啊。芋圆。然后配上这个红豆沙，简直太好吃了。这有一家臭豆腐，但这个臭豆腐看起来一点都不一样，是这种闻着的，闻着还行，还不是特臭哈。对，有点辣辣的那种酱味儿感觉。对，闻起来是臭豆腐的味道，但是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臭豆腐。要一份儿。对。我们可以吃辣。可以都来一点。它是那种烤的。烤的哈。对，在那个酱汁里边一直在那烤着，所以它整个吃起来就特别那种酱的味道。对。这个酸菜在这个臭豆里边有解腻的这种功效，我觉得。我来一个豆腐啊。加上这小米辣，就是这个豆腐。然后豆腐上面有酱汁儿，好吃，对吧？它不是那种炸的，对，就是像那种炖的老豆腐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再来一口泡菜，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吃法，因为这个泡菜是它的灵魂所在。对，然后这一口味道特别的丰富。对，你记得昨天我们吃那个刘山东牛肉面吗？牛肉面的灵魂所在就是那一大桶酸菜。然后这个臭豆腐的灵魂所在就是它的这个泡菜。我们在这个九份老街这逛，感觉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啊！我看到了一个想吃的鱼丸。什么？鱼丸。鱼丸是吗？对。哇，这全是鱼丸是吗？鱼丸的海洋。这个很好吃。一杯，每杯35元。哎，好。看看这个。但是它是鱼丸吗？我不知道，就是它店里面是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因为它旁边是有那种圆圆的鱼丸的，这个是那种三角形的。我感觉这有点类似于刚才那个臭豆腐的那种感觉哈。还不是吗？里头有馅儿。我以为它里面全都是鱼丸的那种，这里面是肉。里边是啊，对，然后就是他拿那个锅和的那个肉，对，然后一咬开里面是肉，边上应该是那个鱼丸的那种食材，然后加上豆腐，然后里面馅儿是肉，又有点弹的感觉，然后又有豆腐的香，然后里面还有肉香，三种味道，然后外面撒着它这个又有一点辣辣的酱，甜辣酱，花枝丸香菇。这个季节来台湾一定要多穿啊！对啊，就期待着我们的鱼丸。哎，这不是有鱼丸汤吗？哎，有汤哎，有汤啊！然后你先来一个，我先喝口汤。喝口汤。哇，好鲜，好鲜，好鲜。让来一个，你来一个。啊，是吧？好鲜的那个鱼汤味儿。好。在这个时候来一碗热腾腾的鱼丸汤。对。要一个红豆的。对。刚刚买的红豆饼是不是又很甜呀？哎，这个吃起来不是特别甜，是吗？你看，它是满满的红豆馅儿。这红豆馅儿还真是挺满的哈。对，挺实在哈。对，它是有豆皮儿的那种，不是就纯的那种豆馅儿。嚼到里面的时候，那个味儿更香哎，是吧？就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味道。对，不是特别甜，然后里边沙沙的，然后外边是那种烤的稍微有点焦焦的那种味道。焦焦的。它是在一个商业的地方卖了一个不商业的
产品。这叫什么来着？红豆饼。红豆饼。好吃。棒。在九份老街，然后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有一种挺感动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所有的店铺都在认真的去做自己的餐食，下着小雨，淅沥沥的，然后就感觉。我说这不就是人间烟火气吗？是吧？对呀，而且就是你不用想早中晚吃什么，你一直都可以有东西吃。我说实话，我感觉有点像中华版的《千与千寻》那个场景。热的一碗哦。对。然后2合1的一碗热的是40，热的价50。可以在里面吃哈。对，两边都座位。两边都有座位。好的。谢谢，那先拿喽。哎，好。2合1的也好了，价50。你要几碗呢？热的，一碗热的，还是一杯热，价50块。慢点啊，慢点。他们家店很大哈。很大。咱往里一点吧，要不有风。行。这个之前就看到它叫赖阿佛鱼，但是我推荐，说它已经传了4代。对，然后刚才我走到他们店门前的时候，就感觉那种手工感特别强，就大家就都在那做。对，就是自己揉那个，对，反正就很有一种匠人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下就吸引我们了。然后整个它那个光线嘛，还特别的好看，红红的灯呢，对，下着雨特别好。你尝尝，它是几种味道的混合在一碗里面，50块钱有5个味道应该是，但是其实我不太能尝得出来这个每一个芋圆的不同的味道哈，在这个店。我们座位上面竟然有一个陈列，都是特别早以前的老物件。你看这个老的消火弹，你看叫消火弹，然后这是灭火弹，这应该是那种跟那个花露水似的。这是什么呀？这像是一个就是小烛台，然后这是一个灭蚊蝇，你看杀虫液，然后这也是杀虫液，然后这还有一个老的相机。像调味儿的对，这是一个就像罐头一样啊，这是调味儿的东西。你看，这都是老物件。这里竟然是一个小学，这个兔子简直太逗了。拿着什么？特别像动画片里的场景，有没有？我们刚才饿得不行了，然后也挺冷的，就又找了一个牛肉面的馆儿，然后发现了这个面馆有一个表，就特别有历史感。是什么时候的表？很久之前，这个表也坏掉了，它那个零件也都是吧？停产。但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大概？这个吗？这个应该是我阿公那年代。来看看我们中午的饭，这是牛三宝牛肉面。然后这是普通的牛肉面。今天我们在九份老街吃的这牛肉面一点都不逊色于昨天的那个刘山东啊。这个面是属于细面，但是也很有嚼劲儿。然后我点的是牛三宝，这里面的这个肉的量甚至比面还要多，然后特别的香，还有一点微辣的感觉。好吧。然后再就上我们的台湾啤酒，今天完满了。买了。好看。对，在这么冷的时候有条围巾太好。对，而且我觉得就这个挺好看的。走吧。人好多啊，现在。确实是快晚上这个时候更好看一些。对。天哪！这个时候比较经典，因为灯马上就全亮了。对。天哪！雨大了。台湾也很少见到这么冷的时候啊！天哪！我天！在我们身后是九份最经典的一个角度，然后在这边是大海、山和海，然后这边是茶楼，非常像《千与千寻》的那个动画片里的画面，对不对？你们觉得呢？
们刚才坐错车了。我们 Google 地图导航让我们从瑞芳坐回台北，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特快车，因为我选了地图上最快的那一辆。对，但是它进站都是需要刷悠游卡，就是刷悠游卡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那个车就过来了。我还说这车真白真干净，然后里边还特暖和，我们就上来了。对呀。上来之后就发现，哎呀，座位也很舒服。结果发现我们上错了，其实这个是一个要就不能刷悠游卡的。对，它是要单独买票的。对，所以说，然后一会儿那个列车员就过来了，然后给我们补了一张票，但是它上面呢写着有一个加收76台币，就是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你没有提前购票就上车的这么一个加收的钱吧。对。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来台湾旅游，要注意一下，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悠游卡可以上，而且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识。对，它并没有写就是什么车需要买什么票。对，实际上我们做的叫特快。如果你要做普通的那种，就刷悠游卡进来了，普通那种会站停啊，而且也没有这么舒服。对，今天吃了很多东西，一直在吃。然后那个地方你有什么感受吗？今天感受就是觉得很梦幻。其实我觉得九份就是刚进去的时候会感觉像就是一个小吃街，但是越往里面走会越觉得那个地方特别不真实。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赶上下雨，还有一个傍晚的这个时间段，是很好很漂亮的一个时间段。其实赶上下雨也不是一个坏事儿。对，山上都可以看到就是云雾一直在飘，然后在这个红色的灯笼下面一直下着雨，哗哗啦啦的，特别好看。对，虽然很冷吧，但是就是感觉非常好。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花莲了，期待下一趟行程。好啦，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拜拜。现在是台北时间晚上12点多，我们在打野。扫街。小雨，你身后的那个台北火车站变成紫色了，看见了吗？我拍了张照片。是吧？紫的，